为什么2026年了，现在很多日本人依然坚信自己能打赢中国？2026年的中国 GDP 总量已经是日本的近5倍，工业产能更是碾压级别的存在，怎么还会有人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读懂今天的日本人，就必须回到1894年的那个夏天，甲午中日战争。当时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在纸面数据上是碾压日本联合舰队的，定远号、镇远号那是亚洲最强大的铁甲舰，而日本是赌上了国运，甚至让天皇自掏腰包去买军舰。然而战争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大清输得一败涂地，不仅赔掉了台湾和2.3亿两白银，更赔掉了整个东亚的千年秩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又赌赢了一把更大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一个东亚小岛国打败了庞大的沙俄帝国。这2场战争对日本民族心理的塑造是决定性的，它让日本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念，战争不是看谁个头大谁钱多，而是看谁更有精神，谁更有武士道。这种精神战胜物质的逻辑，虽然让他们在1945年吃下了2颗原子弹，但并没有完全从文化基因里消失。直到今天，很多日本的历史漫画、电视剧依然在反复渲染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美。你如果去问一个普通的日本中年男性，他对中国军事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歼20有多先进，而是霸和魂那3个字。这是一种历史惯性的延续，他们曾经用这种心态打败过庞大的清帝国和沙俄，所以在面对如今体量同样庞大的中国时，一种历史的既视感就油然而生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日本是近代以来少有的在战场上正面硬刚过中国，并且确实打赢了的国家。这种胜利者的记忆是会通过教科书、家族口述一代代传下去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永远忘不了南京大屠杀的国仇家恨一样，日本右翼的子孙也永远忘不了他们对马海战上升起的信号旗。这种心理上的历史筹码是很多日本人坚信能赢的第一层心理地基。如果说历史是潜意识，那么媒体环境就是塑造坚信的流水线。如果你看过日本的雅虎新闻，你会发现一个很魔幻的现象，关于中国的新闻，哪怕是经济科技板块的下面的热门评论，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冷嘲热讽，像即便如此，中国也要完了，反正他们只会山寨，这种国家没有创新力，这种评论永远被顶在最前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长期遵循着一种极其负面的选择性报道逻辑。根据日本言论 NPO 在2025年底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长期在低位徘徊，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超过90%。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媒体几十年来日复一日的构建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交响曲。在日本电视上，关于中国的画面有三宝、雾霾、闯红灯，大声喧哗。他们很少报道中国高铁的里程、5G 的覆盖，或是深圳的科技企业。对于中国军力的进步，日本媒体的叙事逻辑往往是：中国虽然造出了航母，但没参加过实战，缺乏经验，战斗力很可疑。而反观日本自己，媒体则极尽渲染日本制造的神话。哪怕这几年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家电品牌早就卖给了中国企业，哪怕日本制钢所都爆出了造假丑闻，但在日本国内的主流传媒上依然保持了技术日本的绝对自信。信息茧房是双向的，当一个住在崎玉县的普通上班族每天下班后打开电视，看到的是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坏事，然后翻开报纸看到的是日本自卫队又和美军搞了什么先进演习，他的判断力就必然会被局限在这种设定里。他很难相信那个雾霾中的国家的军舰其实比日本多得多。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技术性误判是坚信能赢的第2重来源。说到日本人的信心，绝对不能跳过一个最关键的变量，美国。很多日本人其实心里很清楚，单靠日本自己是绝对打不赢中国的，但他们坚信的公式是日本加美国一定能打赢中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美国爸爸天下第一，而中国的军事力量顶多就是美国打个盹的时候发展起来的。2026年，根据 IMF 4月的最新推估，中国的名义 GDP 达到 20.85 万亿美元，而日本是 4.38 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体量是日本的近5倍，但很多日本人会下意识地认为，加上美国的 32.38 万亿美元，中美的差距依然存在，觉得只要美军亲自下场，一切都好说。这种狐假虎威的心理在日本民间非常有市场。
更要命的是，美国为了印太战略，这些年一直在给盟友打气。美国的高官们隔三差五就会放话，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这种来自老大的安全承诺，就像春药一样，让日本右翼政客和民众陷入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中。然而，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认真思考：如果东亚真的发生冲突，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为了一个离岛去和另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发生全面战争？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灵魂拷问，在日本舆论场里往往被选择性的忽略。这就好比2个人对峙，其中一个人身后站着一个2米高的壮汉，虽然壮汉可能随时转身就走，但在对峙的那一刻，这个人确实会觉得我能赢。这就是大国博弈下被当作棋子的悲剧，错把主人的力量当成了自己的力量。好，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心理、媒体和政治层面的原因，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现实，抛开所有的情绪和偏见，用2026年最客观的数据来推演一下，假如抛开美国和核武器，这2家单纯比拼综合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现代战争打的是钢产量、造船能力和无人机生产线的速度。根据2024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 36.48%，而日本是 28.60%，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考虑到中国 GDP 本身是日本的5倍，这就意味着中国实际的工业产出体量可能是日本的10到15倍。如果进入战时状态，中国恐怖的产能会瞬间爆发出毁天灭地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近2年反复在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而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绝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靠海运的国家，它的生产链条其实非常脆弱，一旦海路被封锁，日本的战争机器将瞬间断油。根据 IMF 的推估，2026年中国的 GDP 达到 20.85 万亿美元，日本为 4.38 万亿美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可能都比日本的经济总存量要大。这种体量上的差距已经不是靠工匠精神和神风敢死队就能弥补的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技巧都是徒劳。虽然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列举具体的军事机密数据，但是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等权威机构发布的公开报告，中国2026年的国防预算早已是日本自卫队的好几倍。中国海军下饺子的速度让日本海上自卫队感到了绝望。这怎么追？我造一艘，人家造一个舰队，这种实力上的碾压正在成为日本防卫省内部不敢公开谈论的房间里的大象。哪怕日本最近几年也在急剧增加防卫预算，甚至想买战斧导弹，但他们很快发现，面对中国完整、独立且低成本的国防工业体系，买的那点钱真的不够看。聊完宏观的大道理，咱们聊点更扎心的社会现实。为什么很多日本人不愿意承认中国更强了？这不仅仅是大国博弈，更是一种维护自尊心的自我保护机制。2026年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我们来看几个关键词：少子化、老龄化、低欲望。日本的出生率屡创新低，老年人比例全球最高。在东京的写字楼里，无数年轻社畜拿着几十年不涨的工资，应付着越来越高的物价。他们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的胡同，不想恋爱，不想买房，不想升职。在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下，隔壁的中国却展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一面。我们虽然也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年轻人的内卷，但在尖端科技和城市面貌上，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日本的年轻人刷着 TikTok， 看着中国的电动车满街跑，他们内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承认中国很强，甚至比日本还强，对于很多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长大的中年人，以及被灌输日本第一教育的老年人来说，这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生。这一代日本人是看着索尼、丰田征服世界长大的，他们曾经站在亚洲之巅，甚至一度威胁到美国。现在你告诉他们，你们不仅 GDP 被超了，你们甚至连半导体产业都要靠补贴来求台积电在本土设厂，这种心理落差太痛苦了。所以与其痛苦地承认失败，不如咬紧牙关坚信我们还能赢。这种对华强硬，在网络上喊打喊杀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社会焦虑的出口。日本右翼政要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拼命煽动对华仇视，来转移民众对经济不景气和政府无能的注意力。这也就是所谓的诉诸外部敌人，以凝聚内部团结。很多日本网友在键盘前敲出1分钟解决中国航母的时候，其实是在宣泄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不满。这种情绪才是坚信能打赢的最深层的社会动因。聊了这么多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原因，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这种坚信能赢的错觉会带来什么危险？
历史上，日本曾经2次靠着赌国运打赢了体量远超自己的对手大清和沙俄。这种历史记忆让日本在面临重大地缘政治变局时，总有一种想要再来一局的冲动。但2026年的世界已经不是1894年的世界，相互摧毁的核威慑、全球化的供应链、一损俱损的经济关系，都决定了中日之间如果发生误判，其后果将是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世界的灾难。那些坚信日本能打赢中国的日本人，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每年有大量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而日本企业在中国也有着巨大的利益。哪怕是丰田、本田，他们虽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下降，但他们依然离不开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头号对手，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是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日本如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上，最终只会耽误了自己解决少子化、经济改革的最佳窗口期。对于日本的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他们能放下偏见，亲自来中国的上海、成都、深圳走一走，坐一次复兴号高铁，用微信支付买一杯奶茶，他们就会发现，所谓落后、脏乱差的中国，早就只存在于日本媒体的刻板印象里了。相反，日本曾经引以为傲的干净、整洁和便利，正在被中国迎头赶上，甚至反超。只有打破信息茧房，才能消除这种危险的、不切实际的自信。答案其实很清楚了。第一，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弱胜强的历史幽灵带来的路径依赖。第二，是日本媒体长期扭曲报道和国际反华宣传所带来的信息茧房。第三，是对美日安保条约不切实际的过度依赖。第四，是日本国内经济衰退、社会内卷背景下一种出于自卑的自尊心反弹。这种坚信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实力的理性判断，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编织的心理安慰剂。它能让处在衰落焦虑中的日本社会感到一丝虚幻的勇气，但也很危险，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战略上的致命误判。而对我们中国观众来说，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愤怒，也没必要在网上和他们对骂。他们的坚信恰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不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修路、造桥、搞科研，认认真真的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当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到让所有的谎言不攻自破时，这种坚信能赢的幻梦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毕竟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通过幻想战胜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强大。所有人都该听听这个规律，没有内鬼外敌，根本不敢如此放肆。日本现在上蹿下跳，疯狂挑衅，可你知道他最致命的命根子攥在谁手里吗？我告诉你，100年血战。这个民族每一次赌上国运的偷袭，背后都站着一群地刀子的蛀虫。这套战法他们玩了100多年，炉火纯青，绝不宣战，突然下死手。可你细想，凭什么他总能一刀捅在最要害的地方？就凭内鬼，1894年大清的血还没流干，方岛海面一声炸雷，运兵船高升号沉入海底，上千子弟兵葬身鱼腹。别跟我扯什么船慢炮救，真相扎心100倍。日军的炮口早就锁死了清军的运兵路线，出发时辰、护航兵力，连船上装了多少人都一清二楚。这些要命的机密从哪儿漏出去的？不是日本间谍翻墙偷的，是天津军械局的官刘同之流亲手送出去的。日本特务拿银子一砸，拿好处位子一位，咱们的炮台布防、军舰底细，每次调兵行程被吃得透透的，仗还没打，底牌全亮，北洋水师焉能不亡？但这套地刀子的手艺到了二战才真正露出了獠牙。珍珠港怎么炸的？开战前好几年，日本间谍早就在夏威夷扎下了根，买通美军内线，混透当地圈子，军舰哪天停泊，雷达几点开机，大兵啥时候换岗，摸得比自家后院还清楚。1941年12月7日，炸弹落下来，美军连裤子都来不及提。看到没有？日本敢封堵，赌的从来不是老天爷赏脸，赌的就是你身边有软骨头，有贪财鬼，有卖国贼。这8个字是用尸山血海刻出来的铁律，内部不烂，外敌难犯。别以为太平年月就能高枕无忧。硝烟味散了
暗战从没停过。日本一边挣脱和平宪法扩军备战，一边往咱们的军工科研政务核心渗透，拿钱砸，用情套换身体，使阴招全是在内部找活口，防住外面千军万马，容易堵住肚里的蛔虫，才最考验一个民族的警觉性。看看此刻的海面，再看看身边每一个关键位置的人，这道题永远没有做完的时候，因为下一次致命的豁口往往就藏在你认为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